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让东亚局势震动的爆炸性话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居然在国会放话拥核。这番话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不仅吓坏了中国，北京高层更是怒不可遏。曾经坚守将近50多年的无核三原则，难道真的要走入历史？日本这头沉睡多年的武士巨龙是否正被唤醒？高市早苗强势暗示日本可能打破无核禁忌，连解放军都不得不重新估算风险，不敢再轻举妄动。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场牵动东亚格局的日本拥核风暴。这场风暴不仅攸关中日两国的未来走向，更将影响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战争抉择。事情要从2025年11月说起。当时刚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被在野党议员质问，日本政府在即将修订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会不会继续坚持不持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面对这个敏感问题，高市早苗出人意料的没有像历任首相那样斩钉截铁的承诺继续坚守，相反地，他含蓄而强硬地表示，我现在无法做出明确表态，也不能断言文件会以何种方式表述。他只补充说，目前政府仍以三原则作为政策指导方针，但对未来是否维持这项承诺语焉不详，一时激起千层浪。自1967年佐藤荣作提出无核三原则以来，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历届政府从未松动过这项承诺，但高市早苗的模糊态度首次让外界嗅到日本可能调整核政策的信号。要知道，历任日本首相即便是安倍晋三这样的强硬派，也从未在国会明确松动无核三原则的立场。高市的回答可谓破天荒之举。更令人震惊的是，高市早苗早在担任首相之前就流露出对无核三原则的不以为然。他在2024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就直言，无核三原则的第3项不引进核武器过于理想，不切实际。他写道，美国为了吓阻对手，可能需要在日本部署核武器，以遏制对手。这段话等于是公开挑战了日本长久以来的核政策禁忌。其实高市早苗的强硬态度早有迹可循，他是自民党内著名的鹰派人物，主张以实力换和平，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推崇传统军事荣耀。在担任大臣时期就对中国和北韩采取强硬论调，如今登上首相之位，更是毫不避讳地将这种理念付诸政策考量。可见他早在执政前就已酝酿破除无核禁忌的想法。消息传出后，首先炸锅的是中国方面，北京当局闻风立刻做出强烈反应，措辞之严厉多年罕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怒斥，日本方面一些人企图突破国际法，拥有核武器的危险图谋暴露无遗。这反映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复活军国主义，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正在膨胀。北京警告国际社会要高度警惕日本动向，指责高市政权释放出极其危险的信号。中国官媒更是群起批判，直指日本此举虚伪至极。一方面自诩为世界唯一的核受害者，高喊建立无核武世界，另一方面却暗地里想引进甚至拥有核武，两面派行径引发亚洲邻国严重担忧。北京扬言，日本倘若胆敢拥核，势必颠覆战后和平发展道路，重走军国主义旧路，将给亚太地区带来可怕的灾难。中国舆论甚至放话称，日本如果执意转向军国旧路，必将自取灭亡。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中国方面对这一动向的极度震怒和焦虑。同日，北京也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抗议，可谓火力全开。仔细一想，北京此番震怒背后其实隐藏着深深的恐惧。不妨想象一下，对于中国来说，一个重新武装且可能拥有核武的日本将是多大的一个噩梦。长期以来，中国对日本军事动向格外敏感，生怕这个昔日的对手再次崛起挑战自己。中国本身拥有核武，解放军的飞弹曾不止一次在演习时飞越日本上空，中国的军舰和战机也常年在东海、宫古、海峡一带频繁出没，对日本进行军事压力测试。然而，这些行径在面对一个完全无核的日本时，或许肆无忌惮，
但一旦日本真的撕下无核原则的自我束缚，中国还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挑衅吗？解放军恐怕真要三思而后行了。其实，中国民间对日本的戒心和恐惧由来已久。当年日本侵华战争造成数千万中国人伤亡，军国主义几乎成为挥之不去的历史阴影。中国政府也长期利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等机会来凝聚民心，强调日本威胁。因此，一旦嗅到日本军事动向有任何风吹草动，北京方面就高度敏感，既是出于安全利益考量，也是为了回应本国舆论对日本军国幽灵复活的恐惧。高市此次关于核武的表态，正戳中中国最紧张的神经，也难怪北京要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另一方面，怒斥之外，北京内心的确充满担忧。他们清楚明白，一个核武装的日本将彻底改变东亚力量平衡，这是中国最不愿看到的局面。要理解这股日本拥核风波为何令中国如此色变，我们得先回顾无核三原则对日本的意义。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日本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由时任首相佐藤荣作在1967年率先提出，并于1971年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成为日本政府在核武问题上的铁律。简单说，就是日本承诺自己境内绝不出现核武器，不自行研制，亦不允许美国等盟国协和进驻。作为二战中2颗原子弹轰炸的受害国，日本立下这样的原则，一方面是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保证，日本将永远走和平道路，不让悲剧重演；另一方面也是基于现实考量，在冷战格局下，日本选择躲在美国核保护伞之下，以经济发展为先，不愿卷入核军备竞赛。因此，无核三原则成为日本和平主义的象征，就如同和平宪法第9条一样不可撼动。佐藤荣作也因此在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可见这项政策对日本和平形象意义重大。尽管如此，冷战期间日本也曾与美国达成默契，在某些情况下美军可将核武器临时带入日本，比如美军在冲绳驻军时就曾秘密存放核弹头，许多驻日美舰也可能载有核武靠港。日本政府对此一贯采取不问不说态度，表面上绝不触碰原则红线，但私下默许美国在必要时提供核保护。换言之，日本一直严守无核三原则的公开承诺，从未正式僭越这道红线。然而，进入21世纪后，东亚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变，让日本国内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这些战后留下的盛典是否仍适用于当前局势。首先是北韩金正恩政权的核武与飞弹威胁不断升级。自2006年北韩进行首次核试验以来，平壤的核能力日渐提高，更频繁发射弹道导弹，有些甚至直接飞越日本本土上空，把日本人吓得心惊胆战。尤其是2017年与2022年，北韩接连2次试射长程弹道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引发全国警报系统大作，日本民众在清晨被警报惊醒，纷纷躲避，一时人心惶惶。北韩的导弹似乎随时可能从天而降，这种危机感在日本国内空前强烈。试想，一个与日本一水之隔的邻国，手握核武且动辄进行导弹挑衅，日本却仍然坚持自己绝不碰核武器，这在部分日本政界人士看来，未免太过被动天真。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与军事扩张让日本深感压力山大。近年来，中国解放军无论在军费、海军、舰艇数量、飞弹库存等各方面都高速增长。尤其令东京忧心的是，中国不仅对东海的尖阁诸岛及我国称钓鱼台列屿虎视眈眈，频频派海警船和渔船进入敏感海域骚扰。在台海问题上，北京更是咄咄逼人，武力犯台的威胁日趋上升。此外，2022年8月，解放军在台海军演期间发射的弹道飞弹，有多枚落入日本冲绳附近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内，令东京震惊不已。这是史上首次中国军事演习直接波及日本领域，东京方面对北京的警戒因此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旦台海爆发冲突，日本极可能卷入其中。正因如此，高市早苗上台后强调，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公开表态
日本不能对台湾的安危坐视不理。这些言论被北京视为挑衅，甚至中国国防部放话威胁，日本武力介入台海必将头破血流。可以说，中日之间安全上的猜忌和紧张已经达到了上世纪以来罕见的程度。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下，日本国内的保守势力开始酝酿一系列突破战后框架的安全政策调整。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曾担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就抛出了核共享议题，建议日本仿效北约模式，和美国讨论在日部署和共同运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一提议当时引发极大争议，因为它直接挑战了无核三原则的根基。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出身广岛的鸽派首相，立刻表态不赞成讨论，再三强调日本不会改变无核政策。然而安倍的发声已经让禁忌的话题公开化，核共享的概念开始进入日本社会的讨论视野。随着威胁与日俱增，曾经在日本政坛不可想象的事情，如今不再是禁区。许多保守派心里开始认同安倍的观点，只是苦于之前政府立场无法推动。高市早苗的上台，正是让这些想法由幕后走向台前的转折点。2025年，高市政府启动新一轮安保战略修订，就体现了这一点。有人或许会问，日本难道真敢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国际承诺对着干，迈出拥核这一步吗？答案是，高市政府至少打算先迈出引进核武这一小步。至于未来是否会跨出更大一步，要视局势演变和国内舆论而定。但毋庸置疑的是，日本现政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试探红线，为自己赢得更大战略回旋空间。事实上，高市早苗本人的安全观一向强硬。作为自民党内著名的右翼保守派，他主张修宪强军，对美国亦主动提出要加强延伸威慑合作。他领导的政府在上任后快速推动增加防卫预算，获得敌基地攻击能力、远程导弹，甚至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舰等尖端军备。高市政府更是落实前朝制定的军费增长计划，承诺将防卫预算在未来5年内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相当于年军费超过10兆日元，用于采购各种先进武器。日本已宣布购买数百枚美制战斧巡弋飞弹，并加紧研发国产极音速导弹和远程高超音速武器，这些都突破了过去专守防卫、仅用短程武器的限制。武器出口方面，日本也解除禁令，开始与英国、意大利合作，开发新一代战机，军事技术水准步步攀升。小泉进次郎提到的核动力潜艇更令人联想到 AUKUS 三方安全伙伴协议下澳洲获得核潜艇技术的案例。显然，日本不愿在尖端军备上落后于盟友，过去自我设限的枷锁正一一被日本打破。先是军费上限与攻击型武器禁忌被突破，接着就轮到了核武议题的松动。日本社会正逐渐酝酿接受某种形式的拥核，无论是透过美日核共享，还是至少让美军核武可以自由进出日本基地，这些过去绝对避谈的话题，如今都浮上了台面。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拥核并非只有一种形式，在日本国内讨论中，更多人倾向的其实是核共享模式，也就是不由日本自行拥有核弹，而是允许美军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到日本领土，并由双方共同运用，类似于美国在欧洲部署核武的做法。如此一来，日本表面上仍未违反不拥有核武的承诺，但实际上获得了核下组能力。而另一种更极端的路线，则是日本干脆自主研发核武，但那将意味着退出不扩散核武条约等国际体系，外交代价极大。眼下高市政权释放的信号更接近于前一种核共享构想，也就是至少要修改不引进这一条，为未来美国在日部署核武留出政策空间。这对许多长期主张强军的人士而言，是务实可行的一步棋。有人或许会问，日本真的敢与国际秩序对着干，去研发核武吗？高市政府目前似乎打算先从最轻度的改变开始，至于会不会继续加码，就看局势发展了。面对日本政坛吹来的这股拥核风，中国的反应之强烈其来有自。在北京眼中，日本如果摆脱无核枷锁，意味着东亚力量平衡将出现重大改变。
毕竟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科技和工业基础，核技术更是一点不缺。要知道，日本早在1960年代就建设了完整的核能产业链，目前存有大量钚元素的库存。日本每年从核反应堆乏燃料中分离的不知多，让国际舆论早就担心其核潜能。截至目前，日本官方披露的分离钚库存量约有46吨之巨，约47吨，理论上足够制造数千枚核弹头。虽然这些钚是作为核电燃料之用，但日本完全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将其转为军事用途。如果决策层下定决心，所谓技术障碍根本不是问题。有专家推测，如果真的下定决心，日本或许只需1年左右就能研制出初步可用的核装置，在更长一点的时间内完成核弹头的小型化和部署。毕竟从浓缩裂变材料、精密加工到导弹运载技术，日本样样齐全。对中国来说，过去几十年它习惯了自己是东亚唯一的核强国，若不计美俄在区域的军事存在和北韩的小规模核武，可以在周边地区靠核武优势施加影响。但如果日本拥核，解放军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核武装的强劲对手。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据信拥有约300多枚核弹头，并在加速扩充核武库，预计未来10年可能增加到上千枚。中国原本打算在东亚建立对美国之外各国的核优势，但如果日本燃制核武，这种优势将不复存在，甚至可能激发中国投入更大资源进行核军备竞赛。那么，日本国内对高市早苗的放话拥核又是何反应呢？事实上，消息曝光后，日本朝野一片哗然，长崎县知事大石贤吾在第一时间跳出来强烈反对，表示身为遭原子弹轰炸地区的首长，他绝不能接受政府讨论修改无核原则。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也对记者表态称，日本民众不会同意改变无核政策，敦促政府重新考虑。多名在野党领袖严厉谴责该官员妄言，要求将其撤职问责。公民党党首齐藤铁夫更直言，日本拥核不仅将使日本陷入外交孤立，还会严重恶化本国安全环境。他敦促首相立即罢免相关人员。前防卫厅长官中谷原也表态，认为政府官员不该轻率发表此类危险言论，绝对不能容忍。甚至一向主张自主防卫的前首相石破茂都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反对，指出日本如果拥核，就不得不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招致国际社会巨大反弹，对日本而言绝非有利之事。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由广岛、长崎的核爆幸存者组成，也发表公开声明，严正抗议称，这番言论无视了原子弹受害者的存在，是在纵容核战争，绝对无法容忍。这些广岛、长崎的核爆幸存者被称为被爆者，以借耄耋之年，依然用微弱却坚定的声音捍卫无核信念，令人动容。对于经历过原爆浩劫的日本老一辈而言，任何拥核苗头都是对历史伤痕的残酷揭疤，是对和平承诺的背叛。因此，日本国内舆论其实并未一面倒支持高市的试探。可以说，当前日本社会围绕要不要放弃无核原则，正进行一场激烈的拉锯战。一边是以高市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保守派，认为为了国家安全必须考虑一切选项；另一边则是传统的和平主义势力，坚信日本作为核受害国有道德义务绝不碰核，并担心一旦开了口子，日本会被再次拖向军国主义深渊。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意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战后70多年，经历过原爆与战争的人渐渐凋零，新一代对核议题的忌惮程度与祖辈已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北韩反复射弹，中国军力逼近，日本年轻世代中支持强军甚至拥核的声音比以往增多，甚至一些民调开始反映出舆论的转变。据报，日本支持讨论核共享的民众比例逐年上升。有调查显示，2022年底已有约40%受访者赞成在核威胁增长的情况下考虑核武选项，较10年前大幅提高。年轻一代对高市的强硬立场尤其不排斥，在社交媒体上，不乏20多岁的网民称，为了国家安全，拥有核武也是不得不的手段。可见在国家生存安全受到威胁时，
即便是深植人心的反核信条，也可能松动。毕竟，当日本人目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韩拥核保政权的现实，不少人会问：和平宪法和无核原则固然高尚，可如果敌人并不遵守规则，日本是否要永远扮演手无寸铁的受害者角色？在经历了广岛、长崎悲剧将近80年后，日本社会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辩论阶段。究竟应该继续坚持无核的道德高地，还是现实一点，为国家生存铺好最终的后路？这场辩论没有标准答案，但高市早苗的强硬表态无疑将它推向高潮。日本民心是否正在发生深刻改变？从上述迹象来看，答案恐怕是肯定的。说到这里，我们再把视角拉回国际，看看周边各国如何评价日本可能拥核的动向。除了中国以外，俄罗斯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样做出了愤怒且警惕的反应。莫斯科外交部高官明确表态，反对日本就拥有核武器的议题展开任何讨论，认为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将加剧东北亚紧张局势，俄方不排除采取相应反制措施。朝鲜方面更不遑多让，透过朝中社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大幅调整安保政策，指出其暴露了拥有核武器的野心，必须坚决制止。朝鲜外务省的声明措辞极为激烈，提醒世人，日本一方面标榜自己为全球唯一原子弹受害国，另一方面却又急于发展核武器。这种两面派行径引发周边国家严重担忧。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清楚证明，如果核武器掌握在日本手中，可怕的核浩劫将落在亚洲国家头上，人类将面临巨大灾难。另一方面，对北韩而言，日本的任何拥核苗头都将被当作其发展核岛的绝佳借口。平壤当局一向宣称核武是用来对抗美日敌对势力的保命手段。如果日本真的打算拥核，金正恩政权势必更加不可能弃核，甚至可能加速扩充核武库。由此看来，日本拥核的风声其实正在刺激周边的中俄朝都进一步强化各自军备，可谓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日本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整个东亚的神经，这是否意味着东北亚将滑向一场新的军备竞赛乃至对抗？韩国虽受美军核保护伞覆盖，但面对北韩核岛压力，近年来韩国舆论也有颇高比例支持驻韩美军重新部署战术核武，甚至讨论独立拥核。如今若日本带头松动无核原则，韩国可能不能袖手旁观，以免在安全上失去平衡。事实上，韩国舆论近年来也有颇高比例支持驻韩美军重新部署战术核武，甚至讨论自主拥核。倘若日本一马当先突破禁忌，首尔很可能承受来自国内要求跟进的巨大压力，东北亚将出现三股核力量并立的局面，美国在其中的态度将举足轻重。但无论如何，东亚核态势的多边角力已趋复杂，对华盛顿而言，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盟友更强大了，但核扩散风险也提高了。谈到美国，我们就不得不分析华盛顿究竟会如何看待日本这番拥核试探。表面上，美国长期以来反对盟友自主拥核，担心核扩散危及全球安全体系。冷战期间，美国就曾压制过西德、南韩等考虑自研核武的苗头，也在70年代和日本有过默契。日本放弃核武，换取美国坚定保护。然而，时移世易，如今面对中国和北韩的双重挑战，美国也许乐见盟友承担更多区域威慑的责任。至少在核共享层面，美国可能会逐步打破冷战后的忌讳，就像北约的比利时、德国等国家没有自主核武但境内存放美军核弹那样，日本未来也可能出现类似安排。这既不违反 NPT 不扩散核武条约，又能增强美日同盟的下阻力量。早在2016年，美国前总统川普就曾表示过，日本也许应该拥有核武自卫。尽管此言论饱受批评，但反映出部分美国人希望盟友分担更多防务成本的想法。川普任内虽未真正推动日本拥核，但他的态度让日本右翼看到了某种默许的可能性，也使日本自主防卫的议题在美国战略界不再是禁忌。美国官方目前对日本核议题保持低调，但华府对东京的整体军事转型其实是持默许乃至支持态度的。毕竟，
美国希望在亚太牵制中国，需要日本扮演更强大的角色。只要日本不公然违反 NPT， 不扩散核武条约，华盛顿多半不会公开反对日本若采取核共享这类强化威慑的措施。但如果日本真要自主拥核，美国也可能不得不出手施压日本保持克制，避免区域局势真的失控。讲了这么多，我们不妨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高市早苗放话拥核，是否真的吓坏了中国？日本人真成了惹不得的角色，让解放军都不敢轻举妄动吗？答案也许没有那么简单，但种种迹象表明，北京确实被日本这一连串动作打了个措手不及，甚至心生忌惮。过去中国军方在东海、台海时常采取挑衅行为，例如近期日本自卫队指控中国海军舰艇用火控雷达长时间锁定日方巡逻机，或者中国船只对日舰、日机进行骚扰。这些事件曾让日中关系更加紧张。以往中国或许认为日本有所顾忌，不敢还击，但如今高市政权明确展示出该强硬时就强硬的姿态，甚至不排除以核武下阻这层手段。解放军再想作怪，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可以想见，一旦日本拥有了可以反击中国本土的核能力，解放军在战略上将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制定进攻计划。例如，中国军方以往推演东亚冲突时，曾考虑先发制人打击驻日美军基地，甚至日本自卫队目标，以瘫痪日美协防能力。但如果日本也握有核武，一旦冲突升级，北京就得担心东京对中国主要城市进行核报复的可能。如此高的风险，足以让任何理性的将领却步。即便在和平时期，以往解放军舰机对日本擦枪走火式的骚扰行为，未来也可能有所收敛。因为一旦再出现比如军机相撞、舰艇对峙等突发事件，双方都更神经紧绷，稍有误判就可能引燃更大规模的冲突。而现在日本不再弱不禁风，中国也不敢确信能将事态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中国国防部过去放话警告日本，武力干涉台湾必将头破血流，但未来在日本实力提升甚至持有核武的情形下，谁头破血流都未可知。从这层意义上讲，日本的政策转向确实在增加对解放军的震慑。更深一层看，日本拥核议题的出现，正是东亚地缘政治进入新阶段的信号。曾几何时，日本被视为温顺的经济大国，军事上对美国亦步亦趋，对中国则克制忍让。然而，随着周遭环境日趋险恶，日本国内的危机感达到了临界点，高市早苗这样的强硬派才会走上前台。这仿佛告诉世界，那个二战后隐忍的日本也许要结束了。如果说中国过去习惯用民族主义鼓动民众对抗日本，用军力提升在东亚的话语权，那么现在日本人也开始强势起来，不再一味道歉退让，而是准备以牙还牙，不惜撕下和平宪法的桎梏以自保。一场亚太的权力转型正在进行，其中最惊心动魄的部分，莫过于日本可能重新站上军事舞台中央，甚至手持核刀剑与区内强权对峙。如今历史仿佛绕了一圈又回来，当前的中国如同100年前的大国，而日本再次处于抉择关头，是继续走经济建设、和平主义的老路，还是在压力下重拾武士道精神，亮出獠牙？高市早苗的出现显示出后者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值得一提的是，高市作为日本史上首位女首相，其强悍作风打破了不少人对女性领导人温和形象的想象，更凸显出当前日本政坛右倾强硬氛围之浓烈。有人形容这是鹰派的黄金年代，日本的安全观在快速右转，其影响将外溢到整个亚洲。长期以来，日本被称为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军事矮子，经济上富强，但政治军事上自我设限。现在这个平衡可能被打破，未来会怎样呢？日本真的会废除无核三原则，甚至发展自己的核武库吗？还是说这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试探，借此下阻对手，争取战略空间？我们无法确知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由高市拥核放话引起的震荡，已在东亚投下长长的阴影。也有人提出，也许日本此举也是在向中美两国施压，
迫使大家重启军备控制谈判。毕竟亚太地区缺乏像冷战时美苏那样的核武控制机制，如果中国真不希望日本越剧，或许需要更严肃地对待国际裁军对话，以缓和日本的危机感。否则，任由不信任加剧下去，最终大家都会陷入安全两难的陷阱，各自投入更多资源军备竞赛，让局势更难收拾。无论如何，这一事件已经在日本国内埋下了一颗种子，一颗质疑战后体制、寻求突破自我限制的种子。而在中国心中，则埋下了一颗难以忽视的刺，那就是对日本再度军事化乃至拥核的隐隐焦虑。未来几年，这颗种子和这根刺将如何发展，值得我们密切观察。可以预见，如果中国军力扩张与对邻国的强硬态度不改变，这颗种子会破土而出，日本走向军备自主乃至核武装的步伐将更快。反之，如果区域趋于缓和，各方重回对话，日本或许会放慢改变轨迹的脚步。历史的钟摆正在两个极端间来回摆荡，一端是战后延续至今的和平主义与无核理念，另一端则是现实主义驱使下的再军事化与核武野心。高市早苗的出现，使钟摆明显朝后者偏移了一大截。这对亚洲而言意味着什么？有人担心这是新军备竞赛和冲突的前兆，也有人认为这未尝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只有日本强硬自保，才能真正阻止北京的扩张企图。然而，不管立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前的日本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逆来顺受、一味走和平道路的日本，而当前的中国也不再能对日本予取予求、随意施压了。两国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更为对峙和危险的阶段。最后，我们不妨以一种戏剧性的画面作结。假如有那么一天，日本真的公开宣布废除无核三原则，甚至开始部署核武，在东京湾的军港内出现载有战略导弹的潜艇，中国的将军们夜不能寐，解放军的战机在东海上空也变得格外谨慎，这将是何等翻天覆地的场景。也许很多人依然认为这只是一种夸张的假想，但现在的趋势表明，凡事都不能说绝不可能。70多年前，没有人能想象日本会完全放下军备成为和平国家。将近8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不该忽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日本重新武装自己，甚至以核武来确保国土安全。高市早苗放话拥核，吓坏中国，其中有舆论炒作的成分，但更有真实的地缘政治计算。对中国而言，日本人真的变成了惹不得的对象，至少在口头和心理上已经造成震慑。未来解放军还敢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对日本耀武扬威、挑衅滋事？相信这个问号已经在北京高层脑中挥之不去。而对日本而言，如何在安全与和平理想间取得平衡，也是巨大的挑战。一念之差，可能决定亚洲未来数十年的命运走向。对我们台湾人而言，日本的动向同样息息相关。如果东京更有力地牵制北京的野心，台海和平也就多一分保障。反之，若日本选择退缩，则中共在区域的冒进可能更无顾忌。可以说，日本是否拥核，不仅是中日博弈的分水岭，也是左右亚太安全格局的关键变量之一。目前局势风云变幻，我们唯有密切观察，静待未来发展揭晓答案。让我们拭目以待。